底要性感到什么程度才会被粉丝追着喊 daddy 呢？麦斯·米克尔森，一个性张力与荷尔蒙拉满的老男人，连续10年蝉联了丹麦最性感男人冠军，让无数粉丝追着喊 daddy。要知道啊 ，daddy 这个词啊，那可不是谁都能配得上的。It's like we say, any man can be a father, but it takes a hot middle-aged guy with a big job to be a daddy. 1965年呢，麦叔啊出生在丹麦的一个蓝领家庭，父亲是出租车司机，母亲是护士啊。这配置，咱说你怎么看他都跟高雅艺术啊，什么国际巨星那八竿子也打不着。他人生轨迹呢本该是平凡的，但他呢偏偏不走寻常路。少年时期呢，他既不是学霸，也不是校草，而是一个体操运动员。练了几年体操啊，觉得没意思了，转头呢跑去了芭蕾舞学院啊，当了整整10年的职业芭蕾舞演员。你能想象吗？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汉尼拔，曾经是一个跳天鹅湖的丹麦舞王。也正是这份长达10年的舞蹈生涯，淬炼出他身上那股子独一无二的气质，一种融合了野性与优雅、力量与柔美的矛盾魅力。直到30岁那年，这位高龄舞王呢，才终于玩腻了啊，跑去了戏剧学校，开始正儿八经的学表演。注入影坛的麦叔呢，只能在各种小成本的电影里摸爬滚打。而他接到的第一个出圈的角色，就是《末路狂奔》系列里啊，一个狂暴易怒、满嘴脏话的底层小混混。在这部电影里呢，他剃着光头，浑身刺青，眼神里充满了暴力和神经质，那股子疯逼劲儿，简直就是丹麦版的吴镇宇。紧接着，他又跑去了好莱坞，在亚瑟王里呢，演了一个沉默寡言、孤傲冷峻的神箭手推坦斯。虽然说戏份不多啊，但那张棱角分明的脸呢和扎实的演技，已经让不少的圈内人呢都注意到了他。那时候的麦叔呢，就像是一把藏在鞘里的宝刀，他已经足够的锋利，只差一个能够让他出鞘走向世界的契机。2006年呢，这个契机终于来了。那一年呢，007系列电影《大战皇家赌场》全球选角，麦叔呢被选中了去饰演这个大反派勒西弗。这个角色那是彻底颠覆了以往007电影里啊那些个脸谱化的反派形象。他不再是那种只会哇哈哈哈那种大笑的科学怪人，他优雅冷酷，喜怒不形于色。他甚至还有一个血泪的生理缺陷，这让他显得是更加的诡异，也更加的迷人。而真正让他封神的呢，是那场酷刑戏。在那场戏里呢，他不需要枪，也不需要刀，他只需要一根打着结的粗绳子和一把被掏空椅面的藤条椅。他让邦德坐上去，然后呢，那根绳子呀一下又一下的抽打着邦德。这整个过程啊，他一边优雅的喝着水，一边用一种近乎调情的口吻和邦德呢进行着心理上的交锋。观众们是第一次发现，原来反派的魅力也可以如此致命。如果说极致的反派呢只是展露他的锋芒，那么2012年的那部《狩猎》则将他的演技彻底推向了神坛。麦叔饰演的卢卡斯呢，是一个离了婚的啊，在幼儿园工作的老实巴交的好人，他温和善良，深受孩子们的喜爱。然而呢，就因为一个小女孩一句似是而非的谎言，他一夜之间呢，从好好先生沦落为了人人唾弃的恋童癖魔鬼。老朋友对他反目成仇，社区居民呢对他进行了私刑，他养的狗呢被人活活打死，他去超市买东西呢都被当成垃圾一样赶出来。凭借这个角色，麦叔摘下了戛纳国际电影节的影帝桂冠。他向全世界证明，他既能演绎出007里那种非人的恶，也能承载狩猎里那种凡人的痛。拿到影帝之后呢，麦叔没有停留在舒适区，而是选择了一条更具挑战性的道路。2013年，他接拍了美剧《汉尼拔》。要知道啊，在他之前呢，安东尼·霍普金斯呀，在《沉默的羔羊》里饰演的这个汉尼拔博士啊，早已是影史上不可逾越的经典。任何试图去复刻这个角色的演员呢，都无异于是蚍蜉撼树。但是麦叔啊，他从一开始呢就没打算去模仿，他要重塑。他深入研读原著，甚至跑去和这个顶级的米其林厨师呢探讨烹饪技术和摆盘艺术。最终呢，他塑造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汉尼拔。霍普金斯的汉尼拔呢，像是一个被关在笼子里的野兽，充满了原始残暴的危险。而麦叔的汉尼拔呢，他更像是一个隐藏在人群中的恶魔贵族。他穿着精致考究的3件套西装，听着古典乐，画着素描。他会将杀戮变成一场华丽的美食艺术。他烹饪人肉的姿态呢，比米其林大厨还要优雅。而吃人的眼神却充满了对凡人灵魂的悲悯与玩弄。观众们一边为他的冷酷不寒而栗，一边呢又沉醉于他那个致命的吸引力之中。拔叔啊，这个充满了爱与恐惧的昵称啊，也让他是彻底坐稳了授权顶流的宝座。汉尼拔之后呢，麦叔的戏路彻底打开了。他开始在各种好莱坞商业大片里游刃有余的散发魅力。在漫威的奇异博士里呢，他饰演了反派卡西利亚斯。虽然说戏份不多啊，但他那个烟熏火燎的眼妆和那股子中二的邪魅劲儿啊，依旧是让人过目不忘。在星球大战外传里呢，他又成了女主的科学家老爹。在游戏死亡搁浅里呢，他通过动作捕捉饰演了那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克利福德。尤其是他点燃香烟的那个姿态，优雅又迷人，让无数的玩家忍不住调侃他为这个丹麦首席禁烟大使。2020年呢，他又在酒精计划里彻底颠覆了这一切。他细腻地刻画了一个陷入了中年危机，靠着微醺找回激情的历史老师。在影片结尾呢，那段在码头边上即兴跳起的醉舞呀，更是将他那个尘封了30年的芭蕾舞功底展现的是淋漓尽致。那么在酒精中释放的自由与悲怆，成为了影史的又一经典。所以你看啊，麦斯·米克尔森的演艺生涯呢，最令人惊叹的并非他塑
塑造了多少经典的角色，而他从未被任何的标签所定义。他那张脸呢，棱角分明，写满了故事。他那双眼睛呢，时而忧郁的像北欧的海，又时而锐利的像是手术刀。香烟呢，在他的指尖仿佛都化作了危险的艺术品。他就是那种哪怕只站在那里皱个眉举个酒杯呢，就能让你三观跟着五官跑的那种顶级掠食者。他用自己的人生证明了一个男人的性感从来就与年龄无关，它只与你的灵魂的厚度有关。